读韩江的小说注定不会是轻松的，你会感觉到痛，感觉到一种来自真实生活的痛。但韩江的小说又是极其精彩的，没有那种文艺腔的软绵绵的感伤渲染，有的是一个个爆裂般的情节，一次次在你脑中炸出故事火花。你好，我是乐乐不分的白枣，欢迎来到我和博内的频道。当你拒绝吃肉会发生什么？这是《素食者》中开篇没多久就发生的情节。她可是我在这世上挑了又挑的再平凡不过的女子了。我之所以会跟这样的女人结婚，是因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同时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充满刺痛感的文字来自韩江的《素食者》，一部极具力量的小说，语言看似简洁，甚至冷静，却在每一个字底下埋下了难以忽视的情感冲突。你几乎可以从中立即感受到这位诺奖得主的叙述之力。就在瑞典当地时间10月10日，韩江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女性，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瑞典文学院对韩江的评价高度概括了他作品的核心特质。他也带着炽烈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而《素食者》这部作品则将韩江的才华展现得淋漓，痛苦与审美体验完美结合，成为他叙事风格的集大成之作。简单来说，我个人喜欢《素食者》的原因有2点：一，立意足够深，不仅探讨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挣扎，还触及了女性身体自主与精神困境的主题。韩江通过拒绝吃肉，最终渴望成为植物的女性英惠，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内外交困的生存状态，以及那种被残酷挤压、被边缘化的感觉。2，情节足够吸引人。据说当译者黛博拉·史密斯翻译完《素食者》，只凭前10页就将它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商。小说本身的切入点就很妙，当你决定不吃肉会发生什么？一位承担起家中饮食和日常起居的女性突然决定不再吃肉，这样的转变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这个看似平凡的选择在故事中成为一个引爆点，让整个家庭陷入震荡。其次，多重视角交替叙事的方式又将情节逐渐推向复杂和深刻。小说开篇不寻常地用丈夫的角度进行叙述，那种极度自私冷漠的南宁视角确实让人看得出离愤怒，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强烈不适感也恰恰是小说情节吸引力的一部分。就像面对伤疤时，我们总会忍不住去挠去碰，尽管疼痛会加剧，但我们还是会继续。《素食者》作为韩江在国际上最为知名的作品之一，早在2015年就被首次翻译成英文。随后韩江在2016年凭借本书荣获国际布克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作家。1970年11月，韩江出生于韩国光州。敏感的读者或许从韩江的出生地便能预想到这位作家的作品注定与韩国历史存有沉重羁绊。光州作为一个伤痛之处，但对韩江而言，这却是他文学创作的深层起点。韩江的家庭几乎是一个作家家庭，韩江父亲韩胜元曾在1988年获得了韩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第12届李湘文学奖。他的哥哥韩东林同样以小说创作为业，而弟弟韩江仁则从事小说和漫画创作。文学似乎在韩江的成长过程中就如同氧气般环绕他的生活。尽管如此，这个文学气息浓厚的家庭却并非一帆风顺。幼年的韩江经历了经济拮据的岁月，父亲为了养家，艰难地依靠写作谋生。1980年，当韩江9岁时，韩江父亲做出决定，辞去中学教职，成为一名专职作家。这个决定使全家迁往首尔。而4个月后，1980年5月18日，光州事件爆发。虽然由于早已搬离光州，韩江一家避开了这场血腥洪流的影响，但这次逃离却在他心中仿佛成为了心结一般的存在。事件的惨烈深深烙印于韩江记忆之中，成为他创作的驱动力之一。这场历史伤痛如一把利刃般刺入他的文学世界，也使他的文字时刻透着一种压抑而无奈的人性悲痛。作为韩江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出版于14年的作品《少年来了》，这是他直面历史创伤的勇敢尝试。他在采访中坦言，我在写这本书时最常感受到的是痛苦，一种势不可挡的痛苦。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哭。说到这里，不禁让我想到韩江的声音。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他的采访中那种细腻温和的音调，微微眯起的双眸极为迷人，仿佛有种植物的清淡气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外表看似柔弱的女性，能够以如此强大的内在力量直面历史的重负与女性的困境，真的令人敬佩。《
素食者、胎记、树火3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构成了《素食者》这部小说的整体。故事先从英惠丈夫郑先生的视角展开。丈夫是一位平庸且有些自卑的上班族，他选择英惠作为妻子的原因异常直白，仅仅因为他认为外貌平凡、性格温和的英惠是一个可以维持家庭稳定的理想妻子。正因为这样，跟世上最平凡的女子结婚变成了我顺理成章的选择。从一开始，那些用漂亮、聪明、娇艳和富家千金来形容的女子，只会让我感到不自在。正如我期待的那样，她轻松地胜任了平凡妻子的角色。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为我准备一桌有汤、有饭、有鱼的早餐，而且她从婚前一直做的副业，也或多或少地补贴了家用。英惠寡言，很少抱怨，唯有的爱好只是看书。她唯一与众人不同的是，不喜欢穿胸罩。丈夫会因此困惑，但整体觉得婚姻生活顺利平淡。直到2月某个凌晨，一切发生了变化。穿着白色睡裙的英惠站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看着冰箱，场面有些瘆人。丈夫问原因，英惠只说因为做了一个梦。次日清早，当丈夫正因为英惠没及时叫他起床而愤怒地一边抱怨着，一边走向厨房时，脚下一坨软绵绵的东西令他吓了一跳。低头一看，那全是肉，鱼肉、猪肉、牛肉、鸡肉。英惠正把它们倒入垃圾袋。这是结婚5年来我第一次在没有妻子的照料和送别下出门上班。丈夫破口大骂，急忙赶出门上班。他觉得英惠疯了。英惠的解释依然是我做了一个梦，那是一个充满血腥暴力的恐怖梦境，肉块、血水、陌生恐怖的脸。直到次年春天，英惠依然坚持只吃素食。伴随着失眠，英惠迅速消瘦，皮肤如同病人般苍白憔悴。丈夫已然无力抱怨，但一次与公司社长、常务和专务的重要聚餐上，英惠不吃肉食且没穿胸罩的行为让丈夫觉得自己颜面尽失。怒火与无力交织，他决定联系英惠家人采取措施。一场审判性质的家庭聚餐很快到来，这也是第一部分极为关键、令人痛心的场景。聚餐时，英惠的素食选择自然成为了争议焦点。父母、姐姐、弟弟轮番对她进行劝解，软硬兼施，但都丝毫没有动摇英惠的想法。作为读者，我们其实能预感到这个场面很快便会失控。英惠的父亲，一个传统专制、以曾经参加过越战为荣的大男子主义男性形象，完全无法接受女儿的行为。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瞬间，他抓了一把糖醋肉，强行塞进英惠的嘴里。妻子发出咆哮声，吐出了嘴里的肉，如同野兽般的尖叫声从他嘴里爆发了出来。妻子咬紧牙关，凝视着一双双瞪着自己的眼睛，举起了刀。妻子的手腕像喷泉一样涌出了鲜血，鲜红的血好似雨水一般滴在了白色的盘子上。英惠的自残行为暂时终止了这场激烈的家庭冲突。姐夫在混乱中及时夺下了刀，背起失血的英惠，迅速将她送往医院。事态暂时得以平息，但是英惠母亲依然没有放下要矫正女儿的执念。她带来黑山羊汤，谎称是中药，试图让英惠喝下。英惠只尝一口便察觉到肉味，支开母亲后，她冲到厕所，将胃中食物全部呕出。入夜，丈夫做了噩梦，惊醒时，他发现英惠躺在身旁，仿佛一切无恙。然而第二天早晨，他却发现英惠已从病房中消失了。四处寻找，他在医院院子的喷泉边找到了英惠，眼前情景却让他震惊。英惠赤裸上身，攥着拳头，嘴唇沾有鲜血，双眼含泪，扒开紧攥的右手。英惠手中的是一只窒息而死的暗绿绣眼鸟。鸟作为一种重要意象，出现在了第一部分的结尾。同样的，鸟也出现在了整部小说的结尾。那是一只朝着乌云飞去的黑鸟，这应该是一种有意的呼应。鸟常被视为灵魂的化身，韩江的作品也经常出现雪、鸟等意象。在这里，窒息的绣眼鸟或许也隐喻着英惠的灵魂正在经历一种象征性的死亡。故事来到第二部分，胎记。这里先暂停一下，如果你是作家，你会选择从哪个视角来继续写这个故事呢？英惠母亲，英惠那个暴力的父亲。韩江的选择很特别，这一章采取第三人称的视角，主要故事角色是在之前短暂出场的英惠姐夫，一位艺术家，混合媒介艺术家，拍摄视频也涉及绘画。
既然是艺术家，灵感枯竭，对家中生计毫无贡献，这些标配的特点同样也体现在姐夫身上。妻子努力经营发展良好的化妆品店，是支撑他所谓艺术事业的基础。而另一方面，他始终对于英惠有种病态的迷恋。从妻子口中得知英惠臀部有一块绿色胎记后，一种强烈的情欲与幻想不可遏制地在他内心中生发。英惠在家庭聚餐中割腕自残的事，已是2年前的初夏。如今，那个面相冰冷的男人已经与英惠离婚，英惠独自一人住在女子大学附近的小巷里。英惠姐夫被欲望驱使，试图接近英惠。在看望英惠的过程中，他以创作的名义提出拍摄视频的请求，而且还需要赤裸身体。面对请求，英惠几乎沉默不语，却并未直接拒绝。拍摄那天，姐夫准备好摄像机，精心布置借来的工作室，焦急地等待着那位模特英惠。穿着朴素的英惠最终还是来了。很快，脱衣，在身上绘制花朵，摆姿势，镜头截取这些瞬间。这部分的小说文字描写着这个男人沉浸于他自认为的对于美的追求。和英惠在素斋餐厅吃过晚餐后，姐夫回工作室通宵剪片，摸着完成的母带时，某个更荒诞的想法出现了：找一个男人与英惠一起拍摄。但那个男人不能是他，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肚皮和长满赘肉的侧腰。另一方面，留在身上的彩绘花朵居然令英惠不再做关于肉与血的噩梦，甚至他在电话里说，以后如果掉了色，希望你能再帮我画上去。之后姐夫说服年轻人 J 来参与拍摄，他精心设计场景，在 J 和英惠的身上绘满花朵，要求他们摆出亲密姿势。这个过程中，艺术野心与内心欲望交织在一起，整个场景充满了紧张和暧昧。之后，艺术家思维抽风的他又提议 J 和英惠真实发生关系，总算还有些正常人思考回路的 J 愤怒地拒绝并离开。J 离开后，英惠向姐夫坦白说，刚刚他其实被 J 身上的花纹所吸引。这些话语仿佛瞬间打开了姐夫内心欲望的闸门。他满怀着不伦的期待，找到前女友 P， 请他在自己身上绘制花纹，之后返回英惠住处，带着花朵遮掩下的欲望。在那房间里，关系突破界限，姐夫全程录像，又是以艺术创作之名。然后便是这部分故事的尾声。次日早晨，英惠姐姐突然造访，两人还在睡梦之际，录像带里的内容暴露在了清晨阳光与姐姐心碎的目光之下。面对绝望失控的局面，姐姐颤抖着极力克制情绪。在她看来，英惠是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而丈夫则是利用了这点。出于对妹妹的保护本能，她拨叫了救护车。当救护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时，英惠赤裸地走向阳台，身体暴露在阳光和风中，内心挣扎着是否要采取极端行动来结束这一切的姐夫被这一幕景象按在了原地，呆立观望。他凝视着英惠如同火焰的肉体，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仿佛一块关键拼图，小说最后一章树火有机地将整个故事图景拼接完整。通过姐姐金仁惠的视角，我们得以看待整个悲剧的全貌。在这一部分，姐姐对妹妹的探望与回忆交织在一起，呼应着前2章节内容，也交代着人物的后续命运。章节开始于某个雨天，神情忧郁的姐姐前往祝圣精神病院看望妹妹英惠。到达医院后，她从主治医生那里得知英惠情况很糟，精神分裂与厌食症，令她长期拒绝进食，身体极度恶化。如果不能成功插入胃管，就必须转院。姐姐被允许有短暂时间再次劝说英惠进食。走入病房，看到英惠骨瘦如柴的身体，悲伤瞬间涌入。她从大大小小的保鲜盒里取出切好的黄桃与西瓜，试图唤起英惠的食欲，但英惠始终毫无反应。回忆穿插于叙事，小说从姐姐的视角再次讲述过往事件。3个月前，英惠一度从医院失踪，万幸她在大雨中被一名护工发现。发现英惠时，她就跟一棵被雨淋湿的大树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山坡上。3年前，英惠突然开始吃素，身体迅速消瘦，几乎不睡觉，寡言到难以沟通的地步。家庭聚会中，父亲强迫英惠吃肉，导致英惠用水果刀割腕。2年前的春天，丈夫拍摄与英惠的视频之后被拘留，经过数月诉讼后被释放，但再也没有回家。即使这样，她背负起所有，继续咬牙经营着化妆品店。
回忆起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仍会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他，也不确定是否爱他。在某个无法入睡的凌晨，姐姐也曾经历过一次深深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放弃的冲动，仿佛从未真正活过，仿佛过去生活只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似乎她只是在扮演好女儿、姐姐、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身为女儿、姐姐、妻子、母亲和经营店铺的生意人，甚至作为在地铁里与陌生人擦肩而过的行人，她都会竭尽所能地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回到眼前的现实，医生准备给英惠插胃管，原本毫无反应的英惠突然激烈反抗，嘶吼着不要吃东西。姐姐目睹了整个过程，英惠拼命挣扎，发出嘶吼，医护人员努力制服她，试图插入胃管。在强行插入胃管后，英惠开始大口吐血，这一幕深深震撼了姐姐，她歇斯底里的哭喊，要求医生停手。她冲到床边，紧紧抱住英惠，感受到热血浸湿了自己的衬衫。这一刻，姐姐意识到英惠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她看到了英惠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也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反应。最终，医生决定将英惠转院到大医院进行紧急治疗。在送英惠去大医院的救护车上，姐姐注视着英惠苍白的脸，回想起他们童年时的亲密关系以及后来的种种变故。姐姐对昏迷中的英惠低语说，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有朝一日醒来后会发现这并不是全部。这句话既是对英惠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救护车行驶在开出祝圣山的最后一个弯道上，她抬起头，看到一只像黑鸢的黑鸟正朝着乌云飞去。夏日的阳光刺眼，她的视线未能跟上那只扇动翅膀的黑鸟。她安静地吸了一口气，紧盯着路边熊熊燃烧的树木，它们就像无数头站立起的野兽，散发着绿光。她的眼神幽暗而执着，像是在等待着回答，不，更像是在表达抗议。小说结束。读完《素食者》，我缓了很久很久，压抑、疼痛，仿佛由文学撕开了一道伤口。英惠和仁惠这对姐妹，其实是女性在社会压迫下的两面镜像，一个被秩序摧毁，一个被秩序束缚。她们的痛苦和困境是全方位的，贯穿着她们的婚姻生活和原生家庭。内里冷漠至极的婚姻，父权与暴力夹杂的原生家庭。最后一章曾提到，英惠的父亲总是对她动粗，虽然她的弟弟英浩也偶尔遭到殴打，但至少他可以通过欺负街坊邻居的孩子来发泄情绪。仁惠因为要替辛劳的母亲做饭，父亲对她稍有些克制，而英惠呢，她既没有学会察言观色，也无力抵抗，只能默默承受。关于生命的悲观选择，早已在他们的生命中埋下了伏笔。当仁惠在精神病院对英惠说她害怕失去妹妹时，英惠淡然回应，为什么我不能死？多年以前，他们还是孩子时，有一次在山里迷路，9岁的英惠对姐姐说，我们干脆不要回去了。不回去了，仿佛是一种渴望消失的宣言，一种失望与厌倦，对自我存在的质疑与对外界关系的彻底割裂。成为植物，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英惠曾说，世上所有的树都跟手足一样，你能读出他对自然的某种幻想式依恋和对植物状态的向往。在植物的世界中，生命似乎无欲无求，脱离了人类社会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和道德束缚。而肉食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秩序，在书中隐含着社会对人的控制，它不仅仅是食物的选择，更是社会规范的隐喻。在英惠的眼中，植物不需吞食他者，不需遵循人类的欲望逻辑，他们的生命以另一种安静的、非侵略性的方式存在。这正是英惠所追求的一种远离人类欲望，从身体到精神彻底洁净的存在状态。想变为植物，选择不吃肉，这都是他对人类社会的反抗，对秩序的彻底否定。通过这一象征意味浓厚的人物行为，韩江将女性内心斗争与外在的社会压迫紧密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充满隐喻的、深刻无比又引人思索反省的文学世界。